Hello， 欢迎来到加持桑的慢分享。今天来看本月新品，由万代采用通贩的方式进行发售的 HG 沙漠高达改EW，板件量不多，并且模型、外甲以及骨架部分都为全新开模，拼装好后自然而然就不会有剩余废件。这个我们都知道，万代是以板件量来给模型定价的，大大小小共计10块板件，发售价就来到了3800日元。单论数字屏幕前的各位可能没啥概念，就这么说吧，手头这款 MG 沙漠高达 EW 定价也为3800日元，同样都为通贩，凭什么你一个 HG 能和 MG 卖一个价？那么真相只有一个，价格成本全都出在这块披风上了，就是不知道你这披风褶子是金子做的还是披风皱子是金子做的，敢卖那么贵？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先来看到模型本体，这次 HG 沙漠高达在分件方面近乎完美分色，为数不多需要用到贴纸部分，只有头部上下2块监视器以及肩上这块黄色位置。原本 MG PB 限定侧裙甲这块位置都要用到贴纸补色，这是在技术下放的 HG 套件上却是做出了分件，这点还是值得好评的。这里我顺便去查了下 MG 沙漠高达改 EW 的价格，居然和这款 HG 差不多，一个现货价200，一个预定价200，不知道各位更愿意接受哪一款呢？好的，回归模型本上，虽说近乎完美分色，但要追寻更完美、更接近设定图里的样子，可以给头部火神炮以及出气孔这里简单补个色。既然打着全新规的旗号，那自然不能只对外甲做表面文章。骨架部分最能明显感到做出区别的就是胯部关节的下移结构了。下拉之后对腿部关节的前踢、侧踢、后踢都多少能提供些帮助。然后就是大臂根部球关的活动幅度倒还挺客观的，据说是为了能更加自然的摆出挥动热能弯刀 pose 来做出的升级。但这个手臂平抬的幅度反而不如 TV 版的沙漠高达，头部也是整个抬头幅度也远不如 TV 版本的来的那么夸张。其余腰部前后左右屈膝曲折倒是和其他几款 W 的 HG 没有拉开特别明显的差距，看就挺普通的。脚踝这里是一个球关加横向转轴关节，所以整个接地性还是蛮 OK 的。最后转到背部背包的位置也是有一点点活动的结构。配件部分各式各样的造型手已经是拼装模型的常态了，比较好评就是这次附带了握拳的这么一个造型手，这可是某位千呼万唤使出来的RG模型都没有的待遇。只是可惜不论你去看设定图还是动画里，造型手的颜色都为白色，这里万代还是偷懒了，把所有造型手都开模在了灰色板件上。其实也不难想，除了掉毛、沙漠以外，其余3台都是灰色骨架、灰色手型，很显然是为了后续未发售的其余3小强量身铺路了。武器热能弯刀的刀刃可以替换成透明件，但我个人还是觉得常态下会更好看一些。在不用的时候可以旋转握把挂载在背包上，这里你别看它接口短小，整个安装到位后还是挺牢靠的。斗篷的安装需要拆除头、肩上装饰、背包，按照顺序先安装模型内附属的背包连接件，再套上斗篷以及顶部固定造型件，两侧肩胛顶部向内滑动露出接口，直接孔位对插装就可以了。这次斗篷在材质方面摸上去有点类似小时候那种老式橡胶雨衣摸上去软软的，在整体外观颜值和质感表现方面确实是远超普通的布制披风同时上身之后对可动的干涉也确实小于 MG 的纯塑料造型件，设计上算是一种扬长避短的明智之举吧。但要我说还是贵，而且这个材质造型摆久了会不会有折痕还不好说。OK， 那么通过以上分享，想必屏幕前的各位对本款 HG 沙漠高达改 EW 多少有些直观上的认识了。其实模型本身素质还可以，就是价格太抽象了。同样200块钱个人可能还是更偏向于 PB 限定的 MG 虽然说数字可能老了点，但人家的确也是能够凑齐这个 W5 小强的。而且你要知道，沙漠高达的武装已经算是5小强里最单薄的了。然后按照这个顺序后续出的什么 EW 重装、地狱死神、双头龙价格估计就是一款比一款高。飞叶就不说了，按照现在高低配的打法，估计是留到最后出 RG 2.0 的价格嘛，肯定也是主角团里最高的。当然以上都为我个人猜测，意见不同的小伙伴可以把自己的看法发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大家一起友善讨论。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到此结束喽，感谢各位的观看与支持，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